中国地方债务危机到底有多严重？最近一打开新闻，中国地方债务危机这几个字就像魔鬼一样，时不时冒出来吓唬人。有人被吓得快不行了，仿佛世界末日要来了，说中国马上就要像希腊那样掉进债务的无底洞，国家都要破产了，到时候咱们都得去喝西北风。也有人觉得这是媒体在瞎咋呼，地方债务根本没啥大不了的，跟我们屁民有啥关系？那这地方债务到底是个啥情况呢？今天咱就用轻松的方式唠唠这档子事儿，保证让你听得明明白白。第一点，地方债务规模数字大的能让你怀疑人生。咱先瞅瞅这地方债务到底有多少。截至2025年底，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大概有 54.8 万亿元。啥概念呢？若都是100元毛爷爷钞票，那是6000多万吨，需要一辆从北京到纽约那么长的火车才能装下。这要是把这钱堆起来，估计能堆出好几座珠穆朗玛峰，说不定还能在上面建个豪华别墅，再开个派对呢。这 54.8 万亿元仅是地方政府的显性债务，是地方政府光明正大借的钱。这些债务就像明明白白写在账本上的账单，有还款计划，也有资金来源，相对来说风险没那么大。就像你跟银行借了房贷，虽然压力大，但心里有数，知道每个月的还多少钱，啥时候能还完。可还有一部分是隐性债务，这隐性债务就像藏在角落里的小怪兽，是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，比如城投公司偷偷摸摸借的钱。这些债务不在官方统计里，可最后还的政府来擦屁股。就像你偷偷用爸妈的钱买了个超级贵的游戏机，最后还的他们来还钱，还得被唠叨一顿。要是把中央政府的债务也算上，中国政府债务总额能有就 92.8 万亿元，一辆绕地球一圈的火车才能装下，占 GDP 的 68.7%。 有人可能会喊，哎呀，超过国际警戒线 60% 啦，要完犊子啦。还有这地方债务的分布，那叫一个不均匀，就像一桌人吃饭，有人吃的肚子圆滚滚，有人却饿得前胸贴后背。2022年末，中国有23个省份的债务率超过 100%， 警戒线天津、吉林、云南这些地方债务率都超过 150% 了。这意味着啥呢？就是这些地方的财政收入连还利息都够呛，更别说还本金了。就像你一个月工资才3000元，却欠了银行5000元的信用卡债，每天看着账单愁的都秃顶了。而广东、北京这些经济强省债务率就低多了，甚至还实现了隐性债务清零，就像家里有矿，根本不愁钱，天天吃香的喝辣的。第二点，债务从哪儿来的？地方债务为啥会这么多呢？这个从土地财政说起。过去20年，地方政府就像找到了个聚宝盆，靠卖地赚得盆满钵满。这些钱被用来建地铁、修公路、盖学校。中国的城市化就像坐了火箭一样，蹭蹭往上涨。2021年，中国土地出让收入高达 8.7 万亿元，占地方财政收入的近 40%。这土地简直就是地方政府的摇钱树，每天摇一摇，钱就来了。可到了2024年，这摇钱树好像被摇死了，土地出让收入腰斩到 4.8 万亿元，2025年还在继续下滑。为啥呢？因为房子卖不动了。2026年的楼市那叫一个寒冬腊月，中国商品房库存去化周期都超过24个月了，二手房挂牌量超过850万套，房价平均跌幅超过 20%。 3、4线城市的房价更是惨不忍睹，有些地方都出现了千元时代的房子，就像白菜价一样，买一套房子就像买一车白菜那么便宜。楼市低迷，开发商就不敢买地了，土地就开始流拍，地方政府没了这个钱袋子，就像断了线的风筝，一下子没了着落。可地方支出却一点都没减少，反而像吹气球一样越来越大。保工资、保运转、保民生，这是底线任务。就像家里的水电费、孩子的学费，一分都不能少。债务化解、基建维护这些刚性需求也绕不开，就像车的加油、房子的修缮。财政部数据显示，2025年1至11月，地方财政支出高达21万亿元，而收入才11万亿元，缺口超过10万亿元。这就像你一个月赚1万，却要2万，这钱不够花，只能去借，债务不就越来越多了？就像滚雪球一样，越滚越大，最后都快把自己埋起来了。第三点，债务风险有多高？隐性债务就像定时炸，地方债务的风险可不只是规模大，更可怕的是那些隐性债务。这隐性债务就像藏在床底下的定时炸弹，不知道啥时候就会爆炸。
根据 IMF 的估计，中国隐性债务规模可能高达40万亿、60万亿元，是显性债务的近1倍。隐性债务为啥这么危险呢？因为它不在官方统计里，地方政府就像熊孩子一样在玩躲猫猫，表面上债务不多，实际上背了一屁股债。而且这些债务的还款来源也不明确，一旦资金链断裂，就会引发连锁反应。就像你偷偷借了很多钱，却没告诉家人，结果还不上了，家里就得跟着遭殃，亲戚朋友都得被连累。过去地方政府还能靠借新还旧来维持，就像拆东墙补西墙，可随着财经纪律的收紧，这条路越来越难走了。2025年，中国启动了总额10万亿元的隐性债务置换计划，通过发行再融资债券来展期降息。这就像给债务吃了颗止痛药，虽然缓解了短期疼痛，但债务并没有减少，反而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。就像你欠了别人钱，本来要还100块，现在别人说先还50，剩下的以后再还，可利息还在涨，最后你还是得还更多钱。更让人担心的是，部分地方的偿债能力已经快到极限了。以城投债为例，2025年城投债到期规模高达 3.2 万亿元，其中短期债务占比 24.5%。这意味着近1/4的城投债需要在1年内借新还旧，如果融资环境不好，这些债务就像热锅上的蚂蚁，急得团团转。事实上，2025年已经出现了城投非标债务违约的案例。虽然公开债券市场还没发生实质性违约，但市场信心已经受到了冲击，就像一颗小石子扔进了平静的湖面，泛起了层层涟漪，大家都开始担心债务危机会不会真的爆发。第4点，债务危机真的会爆发吗？面对地方债务这个烫手山芋，中央可没闲着，就像一支训练有素的救火队，迅速出击。2026年，中央明确了短期止血、中期重构、长期转型的解题思路。中央扩大了财政赤字，提高了新增政府债务规模。2026年新增政府债务规模可能超过13万亿元，重点用于弥补三保缺口和化解短期债务压力。这就像给一个快饿死的人喂了一碗热汤，让他先缓过劲儿来。同时，中央还通过转移支付支持地方。2025年，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增长 7%， 重点投向科技创新和民生领域。这就像给地方财政送了一份大礼包，让地方有钱去办大事，就像给一个穷孩子送了一堆玩具和学习用品，让他能开心的学习和玩耍。过去，社保、环保、跨区域基建等支出主要由地方承担，地方就像一个小保姆，累得够呛。现在中央逐步上收这些责任，减轻地方负担，同时优化共享税分成比例，让地方留存更多收入。例如，广东明确提高新增税收向市县的倾斜比例，直接拓宽基层财政空间。这就像给地方财政松了绑，让他能更轻松的呼吸，就像给一个被绳子绑住的人松了绑，他就能自由的活动了。中央正在推动消费税逐步下滑地方，改变它完全由中央掌控的格局。未来消费税将成为地方主体税种，又给地方财政种了一棵摇钱树。同时推进房地产税立法与试点，房地产税就像一个稳定器，能为地方财政提供稳定的收入。此外，遗产税、赠与税等税种也已进入研究酝酿阶段，未来地方财政的钱袋子会越来越鼓，就像一个神奇的口袋，里面会不断地变出钱来。第5点是我们最关心的，普通人的生活会受影响吗？地方债务问题看似离咱们普通人很远，其实就像一根无形的线，紧紧连着咱们的生活。如果地方财政崩溃了，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公共服务，学校可能没钱请老师，孩子就没法好好上学。就像你家的孩子没人教他学习，成绩肯定会一落千丈，医院可能没钱买药，病人就没法治病。就像你生病了却买不到药，只能干着急，道路可能没人维修，咱们出门就小心翼翼，生怕摔个狗啃泥。就像你走在一条坑坑洼的路上，一不小心就会崴脚。2025年，一些县城已经出现了公交停运、环卫工欠薪的现象，这就是债务危机的前兆，就像暴风雨来临前的乌云，让人心里直发慌。但从长远看，解决地方债务问题反而能让咱们的生活更有保障。中央的改革方向是明确的，就是要通过健全税制、优化支出、提升治理效能，构建可持续的财政运行模式。这意味着未来地方财政将不再依赖卖地和举债，而是通过稳定的税收和高效的支出，为公共服务提供坚实的支撑。就像一个家庭不再靠借钱过日子，而是靠自己的努力赚钱，日子肯定会越过越好。
当然，转型需要时间，在过渡期内，咱们普通人可能的过一段紧日子，政府可能会削减非必要支出，减少补贴和福利，就像家里要省着点花钱，少买点不必要的东西，就像你以前每周都要去吃一顿大餐，现在可能的改成2周吃一次了。企业和个人可能会面临更高的税费负担，就像咱们要交更多的份子钱，但从另一个角度看，这也是倒逼经济转型的机会。当地方财政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，中国经济才能真正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，就像一辆老旧的汽车，换了新引擎才能跑得更快更稳，能不能换得上，这就不知道了。第6点，不要过度恐惧。对咱们普通人来说，财政政策的调整可能会影响咱们的生活，比如公共服务供给、税收负担等。但长远来看，只有地方财政实现健康运转，3保底线才能兜牢，公共服务才能持续优化。地方财政困难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，就像减肥不可能一天就成功，必然要经历一段转型阵痛期，但中央的明确部署和地方的积极探索已经让破局路径逐渐清晰。2026年作为15补开局之年，这场财政破局之战就像一场精彩的电影，咱们就搬好小板凳，慢慢看。